為什麼北歐能，中國不能？鍾祖康。聯合國1年1度的人類發展指數又剛公布，依然是挪威排名第一。這已經是挪威連續第5年成為按聯合国發展計劃定義下全球最易於人類居住的地方。而香港名列22，僅置於名列26的南韓之上，僅排在德國後面。而中國也僅能位列81，比維明得多的南非還足足高出40名。而另一個獨裁政權新加坡也能居於25。可見這發展指數並不太重視一國的民主人權發展，而且也多只會聽取各國自行呈報的資料，或假設全球人類的坦白程度、道德水平是難分高低的。比如在主要國際人權文件狀況一栏下面，什麼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等等，殘暴獨裁如中國都一一簽署更予確認，甚至連那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國也有簽署，只差在沒有確認。加起來，中國所簽署的和確認的國際人權文件竟然比美國還多。而且該聯合國發展計劃居然指明中國的人口包括台灣的人口，並稱台灣為中國的一省，而台灣也因而得不到任何原本可凌駕於中國的排名。但同時尚未立国的巴勒斯坦卻可以以被佔領巴勒斯坦地區的名義在人類發展指數獲得排名。由此種種看來，此計劃的運作及其排名對一些獨裁而又慣於報喜不報憂、以謊言治國應試的政權，如中國、香港等最為有利，也因此對這一類無賴國家的排名不可照單全收。但對於普遍有誠信、有廉恥心、自尊自重的國家，由於其提供的資料可靠得多，其排名還是不至於太過混賬的。特別是對於那些報喜又報憂卻依然可以高居榜首的國家，確實要另眼相看、虛心學習的。基督教國家一枝獨秀，在這個必要的認識底下，這個人類發展指數由於涵蓋面比同類指數明顯較大，其排名還是有其意義和重要啟示的。首先，從多年來包括今年的排名，在表現出众的國家當中，顯然已經可以歸納出若干規律。就以2006年的排名而言，當然其他年份的排名也差異不大。在前20名的國家中，國家規模大小不一，有小如冰島或盧森堡，也有大如美國、加拿大、法國。氣候方面，按照我過去申述的理論，當然是集中於偏寒地區，但也有澳洲、紐西蘭、西班牙或意大利等少數幾個較炎熱的國家。左算右记之後，當中最值得注意的規律包括，在前20名的國家中，有20個奉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有19個是基督教國家，當中10個是新教，9個是天主教。特別要注意的是，當中沒有一國信奉無神論。更值得注意的是，挪威、瑞典、冰島、芬蘭和丹麥5個均推行北歐模式的北歐國家，一直下咽獨造，穩居最前列。這一次挪威、冰島、瑞典、芬蘭和丹麥的排名就依次為1、2、5、11及15。北歐國家長期表現突出，已經引起越來越多人的注意。不少人，特別是中國人會說，北歐國家的發展模式不足為法，說他們都是罪而小國，極易管理，對於中國這堂堂大國沒有可供借鑑之處，並照本宣科地說中國有中國的國情。這類國情論者大概不知道，世界上許多小國其實也是可以管理的一塌糊塗。像中国那樣变成人间地獄的，如在人類發展指數排名第176，也就是在榜末倒數第2的塞拉利昂，人口只有500多萬；排名173的几内亞比索，人口只有160万；排名172的中非共和國，人口只有400万；排名157的厄立特里亞，人口只有440万；排名153的毛里塔尼亞，人口也只有300万。同理，冰島的人口跟澳门同樣是只有几十萬，何以两者文明水平从政治、
文化、經濟、環保等各方面的發展均有雲泥之別。當然有人會說，這樣的比較未免太簡化了。我只是想突出中國人愛以中國人口特多作為停留在半野蠻狀態的國情理由之荒謬絕倫。其實美國人口也有3億之多，日本那麼小的地方也有1億人口。按照中國人的邏輯，美日政府也大有把國民草菅人命的特殊國情需要。所以我看關鍵不在於什麼國情，還是在於民情。有什麼素質的國民，就必會制造出什麼樣的國情來。比如若在1000或2000年前就把典型的中国人搬到北歐，中國人准有能力以其博大精深的儒家中華文化，把北歐搞到人口爆炸，第一時間耗盡所有天然資源，導致人相食、峽灣斷流、沙漠化，生活艱難，又不准移民，並下海禁築長城，又篤信陰陽五行，滿天神佛妖氣沖天，還有女人纏足千年，皇帝和讀書人則專心於煉丹玩命，最後靠着人多勢众，霸占了起碼半個歐洲，把原本桃花源一樣的歐洲糟蹋成中國大陸式茅廁一樣。中國人總是忘記了，中國幾千年前也曾經是個苗條小國，吃肥只是後來的事。而典型的北歐人携起文化來到中國，也必能把中国治理得如今天的北歐那樣，就如英國人把澳洲和紐西蘭打造成2朵出亞洲污泥而不染的蓮花一樣。英國人带去澳洲和紐西蘭的，不僅是征服土人的武器，更是一個優秀文明，也就是基督教新教文明。即使今天就把中國和北歐国家的領導人互調，北歐国家由中國人管理，中国由北歐人管理。依从我對北歐文化和中國文化的認識，我也敢肯定，不出100年，中國可以奇蹟地改邪歸正，由蠻邦進化為名實相符的禮儀之邦，而且經濟發展無需以道德淪亡和摧毀生態為代價，也再不會有人說什麼中國不能發展人權自由的國情。相反，今天北歐各國如果在中國領導人的管制下，我也深信不出100年，他們就可以把這片人間樂土變成人間地獄，並會出現北歐諸國不能發展人權自由的國情來。按照中國人的邏輯，中國人遇到的困難總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全世界都是難以明白的，全世界的成功經驗都是無可借鑑的。總之就是解鈴還須繫鈴人。而且充滿黑色幽默的是，中國人說所有問題都是外人造成的，受害人還要樂於陪葬，因為子不嫌母醜，而且也不可向國際文明社會求救，因為家醜不可外揚。北歐模式不易理解，外面世界要認識這個了不起的北歐模式，真的不太容易。除了地理上的因素，還有語言上的隔阂。5個北歐國家的英語水平雖有相當，但整個社會的運作、人際交流到書面資料，一概只以本國語言出之。雖則北歐國家沒有出過什麼經濟學大師，至今也只得過2次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其國家的整體經濟表現，特別是國民所享之平均經濟福祉，卻長期是國際第一流。他也沒有出過什麼政治學大師，但其民主政治卻並非來自歐美，甚至也不是源自雅典式民主，而是獨立發源於北歐地帶，比歐美民主來得更早，也獲得公認的更徹底。這一點，當代美國政治學大師道爾直到近年回顧人類民主發展時，才猛然發覺北歐各國的民主和平等思想不假外求的獨特發展歷史，而他本人的祖父就來自挪威。另一個令外人難以認識北歐模式的原因是，北歐人不像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中國人或香港人那樣喜歡自我宣傳，他們一般非常低調、謙卑，不上清談、炫耀，甘於淡泊，甚至孤寂，從來不會像中國那樣日日夜夜鬧着要崛起或和平崛起，或像新加坡推銷亞洲價值觀那樣推銷北歐價值觀。北歐模式那樣成功，北歐人本來就最有資格以此向外炫耀和推銷，但他們卻一以貫之，繼續腳踏實地的獨自前行。就如中國人說的如錦衣夜行那樣，他們以行動而不是以言辭讓所有懷疑者折服。這與中國人沉迷於紙上談兵、感應超美、
弄虛作假恰恰相反。要是你碰到一些北歐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不常見的无神論者，他們倒會向你抱怨這片樂土的不足之處，以及會很有教養地以充滿同情諒解的態度談論對中國發展的欣賞和期盼，加上他們一般強烈反美的政治立場，這樣的交流準會讓典型的中國人聽得非常舒服，也因而什麼都學習不到，繼續沉醉於巍巍5000年中華文化。中國人放不下文化大國使者的身段，令他們很難欣賞夷人文化的優秀之處。他們也不明白，中國文化是整體失敗，而只有個別成功例子的文化。而且，中國的個別成功例子也多僅以中國標準衡量而言，而且也沒有衡量到一將功成萬骨枯所設的天文數字。雖然也有人說，在北歐模式的幸福生活下，人很容易变得精神空虛，但要治療這個精神病也很容易，不用叫他們到中國的艾滋村或上訪村體驗一下，只要安排他們到香港的龍屋，也就是約18平方尺的鐵籠，小住1-2個星期，或在香港做1-2個月，每天10小時至15小時或以上時薪16港元的清潔工，精神空虛的北歐人肯定會馬上發現人生的意義，並確認自己的祖國是人間天堂。私心太重，難容北歐模式。所以，儘管北歐文明有許多值得中國人或香港人師法的地方，但要中國人或香港人認識並道出哪些地方值得師法也並不容易。一般中國或香港官員當然最喜歡考察新加坡那樣臭味相投的獨裁國家，但即使他們來北歐諸國考察幾個星期，恐怕也只能看看熱鬧而已。就如香港特首曾蔭權幾年前考察完北歐諸國回來後，印象最深的就只有那裡蔚藍的天空而已。對中國人或香港人來說，了解和效法北歐模式之難，不僅在於文化差異，也許更在於個人私心。比如，香港的高官願不願意放棄目前動輒幾十萬港元的月薪，像挪威總理和部長那樣，只領取幾萬港元的月薪，並一律沒有官邸，也沒有房屋津貼，也容忍最低下的雜工領取相等於自己月薪1/4或1/3的工資。又如香港會有多少大學教授願意把人工減半和取消房屋津貼，容許大學門口的警衛員的人工工資只跟自己相差一半呢？在香港或一般傳統華人社會，這是絕無可能的。香港的領導人早已經聲明這會造成人才流失，而且中國人也多篤信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之類的怪論。許多諸如此類的社會結構差異，真不是習慣了中國主奴式統治的奴才們所能想象的。就像猴子要了解人類社會那樣的艱難。若再追問，為什麼挪威人或北歐人那樣有人道精神，而香港人或中國人就沒有呢？那就簡直等於問，為什麼猴子沒有進化為人類那樣？要回答並不容易。原載於2007年2月，開放雜誌。